你以为空无就是啥都没有，但宇宙里最活跃的参与者可能就是它。我们平时说的空无是杯子没水，冰箱没牛奶，房间没人，总觉得它是被动的无聊的空白。可要是我告诉你空无不是啥都不是，反而是宇宙里的活跃分子，甚至是万物存在的必要条件，这就矛盾了。一个东西要存在，是不是得先有它不存在的可能？比如宇宙大爆炸前的状态，要是连不存在都没资格，又怎么能诞生存在呢？其实空无没法作为一个具体东西存在，一旦存在，它就不是空无了。但正是它定义了万物的边界，成了宇宙最基础的规则基石。要搞懂这个反常识的空无，咱们先得统一认知，生活里的无和哲学家说的无根本不是一回事。第一种无是日常版，像你打开冰箱喊没牛奶了，或者科学家在实验室抽走空气造真空，这种无只是暂时没物质能量，但空间时间物理定律都还在。就算是科学里最空的真空，也藏着看不见的量子场和能量。说白了，这是超稀薄的存在，不是真正的啥都没有。第二种无是哲学版，是绝对的不存在。不仅没有椅子、房间，连空间、时间、存在这个概念都没有，它不在任何地方。因为地方是空间，没有过去未来。因为时间是维度，这种彻底的无才是咱们今天的主角。它不是缺口，而是万物存在的边界线。没有它，其他东西根本没法存在和有意义。怎么证明按定义不存在的东西其实存在？答案藏在存在的东西里。无不是单独冒出来的，而是像边界线一样框定了所有有。就拿你手里的手机说，为啥它是手机，不是苹果、云朵或木头？因为它和其他东西有区别，这种区别就是无在发力。它划了条线，说手机的存在范围到这儿为止，外面的都不是手机。所以每个有能有形状特点，全靠看不见的无当框架师。再看动态世界，水结冰，学生毕业要变 A 成 B，A 得先死，种子要变成树，得先不再是种子。这个既不是 A 也不是 B 的瞬间，就是无在推动变化。所以无不是死沉沉的空白，是宇宙更新迭代的动力源。没它，世界就是一锅没法区分、不会变化的浆糊。哲学家和物理学家最头秃的问题之一，为啥有东西而不是啥都没有？按大爆炸理论，宇宙诞生前该是绝对的无，没物质、空间、时间，可怎么从啥都没有蹦出万物？霍金和克劳斯用科学给出了脑洞答案，宇宙可能从无里白手起家，还不违反物理定律。咱们宇宙有正能量、物质、光和负能量，引力像给能量打欠条，要是正负能量刚好抵消，总和为零，那这个满是星星的宇宙其实是从零里借来的。就像银行账户，你借了正能量，马上用负能量还债，最后余额还是零。这说明无不是空壳子，是平衡态，起点靠物理规则。无能自己变出东西，还保持总和为零。在这儿无没消失，反而成了万物的地基。以前科学家觉得真空是绝对空，没空气、尘埃、光，最接近哲学的无。但量子力学一出手，这观念被彻底推翻，绝对静止的无根本不存在。就算宇宙最深的真空里，也藏着疯狂的能量活动。量子世界有个模糊法则，不确定性原理，允许真空借点能量，时间极短，结果就是真空里不断蹦出电子和正电子这样的虚拟粒子对，刚出现又马上湮灭，互相抵消，回归无。这哪是空，简直是存在的摇篮。不是啥都没有，是没恒常存在的东西，但全是可能冒头的种子。这种生了又灭的操作，直接证明无是动态的能量仓库，是万物诞生的必要泉眼。你敢想象吗？连看似空无一物的宇宙真空都在偷偷搞粒子快闪。评论区聊聊你对空无的认知。哲学的虚无和量子物理的现象其实有奇妙的重叠。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说，
在电子这样的微观世界，你没法同时精准知道粒子的位置和速度，测准一个，另一个就模糊。这不是仪器不行，是自然界本身的性格。微观世界天生带点虚无，总有些信息缺斤少两，但这缺不是问题，反而是活力开关。要是啥都确定，系统就僵住不动了。正是这种不确定的虚无，让虚拟粒子能从真空借能量，也正是它让宇宙不是能预测的死机器。这种不完美的确定性不是科学好奇，是微观世界的核心规则，哪怕测不准，定义不清，虚无照样在悄悄发力。抬头看星空，会发现星系越跑越远，宇宙不仅在膨胀，还在踩油门加速。是啥力量推着这么大质量的星系疯跑？答案可能藏在空间自己的能量里，也就是宇宙学的暗能量。科学家猜，这暗能量可能就是量子真空，靠不断波动的虚拟粒子自己就带着能量，和普通物质靠引力拉慢膨胀不同，真空能量是负引力，反而推着周围跑。宇宙越大，空出来的空间越多，暗能量就越多空间。不是旁观者，是推膨胀的主力。暗能量占了宇宙总质能的 68%， 直接管着宇宙的命运。在最大尺度上，空间不是没力量，是藏着无形但超强的能量，靠推着物质动，推着宇宙变，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。视频里咱们说的存在之源即量子真空，其实也是物质终点。宇宙诞生时，按对称性规则，本该有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，比如电子和正电子，但粒子和反粒子一见面就会湮灭，瞬间彻底消失，变成光或伽马射线，几乎没质量。这个过程说明虚无是宇宙的清洁工加平衡器，要没湮灭，宇宙会被不稳定粒子塞满，根本没法形成恒星。行星回归虚无的可能是咱们世界稳定的必要条件。湮灭证明虚无不是被动窟窿，是自然法则里的关键玩家，它主动结束一些存在，就为了让另一些更稳定。咱们绕了这么大圈，证明虚无是宇宙存在的必需品，那它和咱普通人的日子有啥关系？哲学上管这叫存在挑战。生活里虚无最扎心的体现是对死亡的认知。咱们知道生命有限，终会回归彻底的无。要是能永生，或者根本想象不了消失，虚无对咱来说就毫无意义。可咱们对死亡的害怕，恰恰是在承认虚无的真实和强大。你总不会害怕不存在的东西吧？这矛盾反而让生活有了价值。要是时间无限，谁会珍惜每一分钟？椅子珍贵是因为可能坏，生命珍贵是因为有限。存在挑战就是抓住这有限的时间，给它添意义。咱们创造、相爱、找目标，全是因为知道时间不多了。在人类体验里，虚无是拆不掉的动力机，划了时间空间的界限，逼咱们在还能行动时积极创造自己的存在。所以咱们的活法就是对虚无最有力的反击。咱们从一个矛盾开始，没什么存在，但无本身的存在就证明了无存在。从哲学到量子力学、宇宙学，答案逐渐清晰。无不是空洞概念，不是自然 bug， 是渗透在现实每个层面的活跃规则。它不光是存在，更是万物的边界线，让咱能区分椅子和桌子。量子真空证明无，是能量母体，是暗能量的源头。宇宙能从平衡态诞生，人类对死亡虚无的认知让生命有了意义。所以无存在不是作为一个东西，而是作为必要条件、规则、保证。没空白，运动没意义，没寂静，音乐听不见，没结束，开始没可能。不是威胁或缺陷，是必要伙伴。存在和非存在的合奏里，藏着咱们这个奇妙世界的丰富与复杂。理解空无，就是理解存在的边界和生命的意义。关注我，下期带你解锁更多宇宙级矛盾体的奥秘。记得点赞收藏，咱们一起用科学重新认识身边的空与有。